大家好啊，歡迎嚟到今集嘅版本分析啦。終於嚟到一年一度嘅世界賽啦吓，咁我哋今日嘅內容呢都非常之充實嘅。咁我會幫大家整理呢到今為止所有版本熱門嘅隊啦，同大家逐一分析。咁無論你係即將前往世界賽嘅選手啦，想爬分嘅玩家啦，定係單純好奇而家究竟有咩隊係主流嘅觀眾呢，都希望你可以睇完今集嘅版本分析呢，對你有所幫助嘅。咁一如既往啦，如果中意我哋呢度影片嘅話呢，歡迎你喺呢段片樓下啦，留個 like、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留言支持下我哋，令我哋知道觀眾中意睇呢一類型嘅影片。如果對先前版本分析有興趣嘅朋友啦，咁歡迎就去睇翻我哋 channel 之前嘅版本分析嘅影片嘅。咁如果你唔想嘥時間，唔想睇都唔緊要嘅，我哋大概喺呢度講翻前幾集講咗嘅內容先。咁首先就係自 Regulation MA 規以嚟都非常之熱門嘅隊伍啦。咁都包括，亦都不限於畫面所顯示嘅呢幾隊隊伍，包括就係俗稱 Big Six 嘅噴火龍花葉帝順風隊啦，噴火龍化石翼龍嘅雙速隊啦，同埋平衡嘅強化隊嘅。咁除此之外喺最近都有啲新冒起嘅隊伍，例如最近喺先前嘅版本大地震嘅影片嗰度提出過嘅停雨隊啦。再最近啲嘅有 Mega 冇黑鷹嘅沙部隊，俗稱日本沙嘅隊伍啦，同埋真係再最近啲嘅Mega 雷超 Y 加冇黑鷹嘅一個雙速隊嘅。咁可以見到，其實大家當初喺 Regulation MB 初期戲稱 MB 係 Regulation MA 加命玉其實實際上可以見到，隨住時間變化，多咗幾隻精靈同埋多咗幾隻 Mega 之後的確令到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新隊伍冒起啊！咁喺而家呢個版本下嗰啲環境變化就真係日新月異嘅。嗱，咁因為我哋今集 cover 嘅隊伍嘅數量比較多啦，我哋會比較特別將啲隊伍用一個叫環境威脅度嘅一個評分去進行排序嘅。咁喺呢度都戴個頭盔先啦。咁呢個排行首先係一個個人嘅排行啦，咁而且都綜合咗好多唔少嘅因素，包括就係而家有幾流行啊，隊伍本身個壽命有幾長啊，佢個隊伍戰術嘅多樣性啊，同埋需唔需要特定有對策等等嘅。咁就絕對唔係單純就係個隊伍嘅強度咁樣。咁所以如果有朋友覺得，我覺得點解呢隊咁勁你會排咁低噶？或者就係話點解呢隊嘢啱啱攞完冠軍，但係你排佢咁低噶？或者就係之後世界賽個結果出咗嚟，發現原來根本唔係啲最高排名嗰啲攞世界冠軍喎。咁樣可以解釋嘅就係因為呢個排名只係做影片，呢個影片出嚟呢一刻版本嘅熱門程度，或者對於個版本嘅威脅程度嚟講，所進行嘅一個排行嚟嘅。咁就絕對唔係講緊嗰隊嘢本身有幾勁。咁即係我哋本身老生常談啦，就係其實主流嘅隊伍喺一啲唔識操作嘅玩家手上亦都唔會顯得有幾勁。而一啲非主流嘅隊伍，如果你識玩嘅話其實都可以玩得好強。咁所以個環境威脅度就真係單純係我哋俾觀眾有一個更加方便去理解嘅一個方法，而去對啲隊伍進行排序。因為我哋今集要 cover 嘅隊伍真係有好多。咁因為世界賽係 Regulation MB 唯一嘅官方線下比賽啦，咁所以我哋可以作為分析嘅一啲樣本都只可以係一啲比較大嘅網絡比賽啊咁樣嘅。咁我哋今集有參考嘅一啲網絡比賽就包括首先就係幾千人嘅網上大賽，7月初進行嘅 The Grand Champions Festival Encore 啦，咁之後會簡稱 GCF 嘅。跟住就係 Victory Road 嘅 July Challenge 啦，咁 Victory Road 係一個即係非官方嘅一個非常之大嘅辦比賽嘅團體啦。咁每好多週末佢哋都會辦比賽，亦都係有入場費有獎金嘅。咁好多強勁嘅高手啦，都會為咗獎金去參賽咁樣啦。跟住就仲有 Victory Road 嘅 August Challenge 1啦，Victory Road 嘅 August Challenge 2啦，同埋最近最大嘅一個1400人嘅網上大賽Victory Road to San Francisco 嘅。咁除此之外最近其實都發生咗一場日本嘅線下賽，叫日本 Extreme 嘅線下賽啦。咁可以見到其實畫面上面都有好多日本本身嘅高手喺度參賽咗。咁我哋都會參考呢一場比賽，包括之前嗰幾場線上嘅比賽咁就進行今次嘅版本分析嘅。咁今次嘅版本分析咁我哋將個環境威脅度分咗3個等級，咁包括就係 B 級啦、A 級同埋 S 級嘅。咁我哋當然係由 B 級開始先噶啦。
首先要講嘅呢，就係最新冒起嘅其中一隊隊伍啦，就係耿鬼嘅雪天隊。咁就由 Mega 耿鬼啦、火貓刺焰咆哮虎啦、大柳拉啦、快龍啟暴龍啦、阿羅拉九尾啦，同埋大將卜斬將軍呢，仲有好特別嘅普通版嘅巨沼怪兩隻其中揀一隻呢組成嘅隊伍。咁原作者呢，就係2023年世怪亞軍兼2024年嘅世界賽4強兼2025年嘅世界賽8強選手呢 Michael Kelch 喺 Victory Road Organs Challenge 2咧攞到嘅冠軍嘅隊伍嚟嘅。咁佢個特色呢，就係佢會利用 Mega 耿鬼個特性踩影啦，咁就配合翻佢後手阿羅拉九尾呢，喺呢個天氣橫行嘅版本嗰度呢，去令佢可以掌握呢個天氣嘅主導權。咁啊，好特別嘅其中一隻呢，就係命玉嘅啟暴龍啊。咁啊，佢用咗個招式呢，咁我哋可以睇翻後邊個隊伍碼呢，就係用咗龍爪啦，用咗Super Power 啦，同埋用咗神速嘅。咁啊，Super Power 就最主要係用嚟打卜斬將軍啦，神速都有一隻非常之好嘅收頭手啦。咁啊，龍有穩定嘅輸出，加埋命玉同埋佢唔怕威嚇同下馬威嘅特性呢，非常之好反制平衡強化隊嘅。咁嗰隻巨沼怪非常之特別啦。咁我哋啱啱見到佢係帶聖範嘅，咁佢都係有快速折返啦，同埋咧有蝦險噶啦。咁啊喺特定場合，例如打沙隊啊，或者打啲對面強化多啊，例如啲美納斯嘅隊咧，其實都好好可以用招蝦險啊，阻斷對方嘅節奏啦，跟住之後用快速折返咧換走嘅。咁速為阿羅拉九尾係一隻非常之特別嘅精靈啦，因為佢本身阿羅拉九尾個速度都非常之快。咁速為咗之後咧，甚至乎係會比順風下嘅固執嘅鬼羽啦，同埋咧晴天下嘅內斂嘅妙蛙花奇花咧係會快嘅。咁即使冇呢個天氣嘅主導權都好咧，都可以先過對方出手啦。Ida 咧就會收咗佢啦，或者可以用凍風去進行一個控速嘅。咁啊，除咗 Michael Kelch 自己本人嘅表現之外啦，上個禮拜嘅 Victory Road to San Francisco 咧，其實都有其他選手咧攞咗呢一隊咧去有個 top cut 嘅表現。咁呢個隊伍碼啦，咁就係Michael Kelch 自己喺 YouTube 嗰度咧出咗嘅一段片，咁啊卜斬將軍版本嘅咁嘅隊伍碼嚟噶啦。咁就呢段片之後所有嘅隊伍碼嘅 post paste 都會喺我哋嗰個隊伍嗰個即係影片個介紹欄嗰度咧有所提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玩呢啲隊嘅話咧，都可以去嗰度咧，即係抄一抄隊玩下咁樣。咁啊呢隊本身嗰個呢隊本身嘅 game plan 啊，啲 report 咧，其實Michael Kelch 自己喺 YouTube 嗰度都有解釋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過去睇下嘅。下一隊要 cover 嘅咧就係滅歌隊啦。咁滅歌隊核心當然就係版本唯一同時有特性踩影去阻止對方換走，亦都自己自帶滅歌嘅 Mega 耿鬼啦。咁喺呢度幫啲冇咁資深嘅朋友科普下先啦。咁啊咩係滅歌呢？咁滅亡之歌就係一個全場嘅 AOE 啦，咁就會令包括使用者所有喺使用滅歌嗰一刻啦，在場嘅 Pokemon 咧喺3回合之後咧會倒下嘅。咁可以阻止呢個倒計時嘅方法咧，就只有換走或者你本身咧有特性隔音可以免疫到滅歌嘅效果。特性踩影咧就係阻止對方喺在場嘅精靈換走啦。咁啊，從而去逼對面咧換唔走嘅前提下咧，耗盡嗰3回合去倒下。咁喺呢3回合當中點樣去保護你隻耿鬼咧？就係呢啲滅歌隊嘅最主要嘅戰術嘅核心。咁喺踩影嘅特性嘅持續底下啦，只有鬼系啦，同埋用啲輪換嘅招式，例如拋下狠話咧，先可以喺踩影在場嘅時候換走嘅。咁2016年嘅世界冠軍 Wolf Glick 啦，咁喺朱子年代咧都有好多次用呢類型嘅踩影滅歌隊咧攞到 Regional 甚至乎係 Internationals 嘅冠軍嘅。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參考下佢 YouTube Channel 嘅片。咁啊，因為耿鬼之外啦，除其中一隻最好體質嘅版本嘅滅歌手就係牛蛙君。咁所以好多呢而家嘅滅歌隊咧，咁都會混合咧啱啱所講嘅雨天啦。咁就會喺當滅歌唔適合發揮嗰陣咧，就會有牛蛙根嘅雨天路線咧去進行另一種嘅戰術選擇。咁呢隊雨天滅歌隊嘅原作者就係2022年嘅世界冠軍 Eduardo Cunha 啦。咁佢喺Regulation MB 其實已經用緊對差唔多隊型嘅滅歌隊噶啦。咁啊 MB 之後咧就加入咗 Mega 巨沼怪。咁啊有另一條線就係用巨沼怪嘅高火力去高速擊殺對面兩隻精靈啦，令到佢尾盤可以用牛蛙君嘅滅歌咧去進行一個收頭。咁除咗佢自己本人喺 GCF 有個好top cut 嘅表現之外啦，有其他選手咧都喺幾次大賽咧都用呢隊咧有 top cut 嘅表現嘅。咁就佢本人咧喺 Metafy 網站係有個付費嘅 report 啦，有
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參考。後邊附上嘅咧就係另一位日本選手咧用咗佢呢隊咧去有一個喺積分啊或者喺 Victory Road 嘅線上比賽有好表現嘅一個隊伍，同埋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參考下。滅哥隊啦，由於操作難度高啦，好難成為主流嘅。咁但係香港都有唔少中意玩滅哥嘅選手嘅，咁所以大家只要參加比賽咧，總會遇到，所以都需要明白點樣打滅哥隊嘅。下一隊要 cover 嘅隊咧，就係噴火龍化石翼龍嘅雙速隊啦。個隊形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啊，喺幾段片都講過呢隊噶啦。咁佢係 NAIC 嘅冠亞隊伍啦，咁曾經喺 Regulation MA 同埋 MB 嘅初段咧都主宰咗個環境。咁即使係而家咧呢隊隊伍都有唔少好表現啦，咁但係因為隊伍呢6隻大家其實見到係冇水係抗性，咁去到版本嘅中期啦，其實都因為晴雨隊冒起啦，平衡隊多咗水箭龜啦，令到佢冇水係弱性嘅抗性嘅弱點咧，去被針對嘅。咁而且呢隊隊伍除咗烈亞綠沙之外啦，都冇一個好好去處理超壞星嘅方法啦，所以喺而家個版本係冇之前咁劇香嘅。咁但係岩崩始終係會出奇蹟噶啦，喺雙速底下嘅仙子貝啊，同埋咧噴火龍嘅輸出都好高嘅，一唔注意咧，其實都會輸俾呢隊咧，俾呢隊隊伍推隊嘅。咁世界賽其實都可以預見到咧，就係都有唔少嘅機會咧，會有1-2隻化石翼龍啦，至少啦，可能有更多啦，會不斷岩崩啊，畏懼對面啊，去畏懼到佢可以攞到 top。咁呢隊隊伍啊，亦都有係Michael Kelch 佢之前喺其中一個網上大賽攞到冠軍嘅隊伍啦。咁佢自己本人都喺 YouTube 咧又有另一段片去介紹呢一隊嘅。最後就 B Tier 嘅最後一隊啦，就係咧最近冒起嘅一隊叫日本沙嘅無黑鷹班吉拉嘅沙部隊。咁就係由班吉拉啦、龍頭地鼠啦、Mega 無黑鷹啦、美納斯啦、萊杯粗茶啦，同埋咧賽富豪去組成嘅一隊。咁喺之前個 GCF 啦，同埋個 Victory Road 咧都有幾次 top cut。咁亦都係之前晴雨隊流行咗之後咧，其中一隊冒起嘅隊伍。日本沙呢個名啦，就係參考2015年其中一隊非常之流行嘅沙部雙子加 Mega 暴飛龍暴靈猿嘅隊伍。咁喺呢隊自己本身嚟講啦，無黑鷹比較唔中意嘅雷超啊，或者花葉帝等等嘅妖精系嘅精靈咧，咁都可以俾沙部底下非常之快速嘅龍頭地鼠嘅鋼系去同埋地面系去制裁啦。而沙隊最討厭嘅烈亞綠沙咧，亦都係有唔同嘅手段，包括就係無黑鷹嘅威嚇啦，同埋美納斯嘅冰系招式可以應到。喺當前版本底下咧，沙部嘅組合咧其實非常之好去反制呢個晴天啦。而沙部比較唔好打嘅雨天隊咧，都有賽富豪去幫手負責對付。咁所以日本沙嚟講啦，對於唔同嘅其他天氣咧，其實都有個唔錯嘅隊伍，亦都係其中一隊冒起啊，需要俾尊重。呢度就係日本沙嘅其中一個 report 嘅一個隊伍碼啦。咁喺呢位Love Japan from BR 咁喺 Twitter 嘅名呢位選手咧，其實都喺佢個 Twitter 嗰度咧有佢個 report 喺度嘅。咁如果有興趣玩日本沙嘅朋友，都可以去佢個 Twitter 咧參考下佢個 report。嚟到我哋嘅環境威脅度 A Tier 啦，咁第一隊我哋要介紹嘅隊伍呢，就係新冒起嘅晴雨隊啦。晴雨隊喺之前上次版本大地震嘅影片嗰度啦都有提及。咁喺 GCF 裏邊呢，大批冒起咗一隊晴雨隊之後呢，攞埋冠軍，以至佢去到 Regulation MB 中期呢，一度席捲晒成個環境啦，令到後續嘅沙部啊、雪天隊崛起嘅。佢個優勢啦就係利用雙天氣同埋長毛巨魔嘅先制拋下狠話咧，去令到佢對住其他天氣隊咧都可以掌握個天氣嘅主導權。同時啦，佢有個晴天嘅奇異花喺度啦，咁所以遇事不決咧，依然永遠都有一個催眠粉嘅75% 解決方法。咁噴火龍嘅火系屬性咧，睇似喺大聚鷗嘅雨天下咧係唔好用嘅 anti synergy 嚟嘅。但係其實因為噴火龍有一招叫天氣球嘅招式啦，佢會因應場上嘅天氣狀況咧而去改變佢嘅屬性嘅。咁即使喺雨天下啦，噴火龍依然係可以用佢水系嘅天氣球咧去作出一啲有奇效嘅招式效果，包括就係用天氣球去對火貓啊或者其他驚水系嘅精靈咧造成非常之大嘅輸出。咁所以令到咧Mega 噴火龍 Y 咧喺晴啦同埋雨兩種天氣下咧都可以運作嘅。咁當然啦，速維嘅優美圓月亦都係啦，喺晴天或者雨天路線咧都係可以運作作為一隻非常之好嘅收頭手嘅。版本開頭嘅一
都係會使用優美元語啦。但係自雷超武黑鷹隊崛起之後咧，有啲情語將隻鬼語咧換做 Mega 巨招怪嘅。咁情語最強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戰術比較多元。咁對手其實都好難去估你想走晴天啊、走雨天啊，或者走個情雨混合嘅路線啦。咁但係呢個都要提及下啦，佢內戰非常之痛苦嘅，好多時候你都要對住對面撳麵粉啊，天氣都要轉嚟轉去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準備帶情雨隊去打比賽嘅話呢，都要做好一個內戰嘅 game plan 嘅準備。嗱，咁題外話啦，其實本來情雨隊呢係放喺 S tier 嘅。咁喺我錄呢段片之前，咁但係因為喺 Victory Road to San Francisco 裏面咧 ，Top Cut 居然係一隊情侶隊都冇嘅，而且日本線下賽嘅8強咧，亦都只有亞軍一隊情侶嘅啫。咁所以暫時嚟講啦，佢近2週嘅表現咧有啲式微嘅。但係當然啦，因為佢無論點式微都好咧，佢係一隊喺版本威脅度有 A tier 嘅隊，咁所以都必須要俾尊重。如果去世界賽嘅話咧，都必須要有情侶隊嘅一個對策。呢度分享嘅隊伍碼啦，就係 Aaron Cybertron Zhang，一個非常之有名嘅VGC 嘅一個賽評啦，同埋前世界賽4強咧，佢自己所做嘅一個組嘅一個版本嚟嘅。咁佢自己喺 YouTube 都經常有啲版本隊伍嘅一啲示範嘅影片啦，咁所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佢個 channel 嗰度睇下。下一隊要提及呢，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雪女岩狗隊啦。呢隊呢都係喺之前影片咧提及過非常之多次嘅。咁啊，由 Mega 雪妖女啦、中岩狼人啦、福斬將軍啦、優美圓月啦、大柳拉咧，同埋 Mega 狠辣椒組成嘅一隊雪天隊嚟嘅。咁佢喺 Regulation MA 後期嘅 Touring Regionals 裏邊咧攞到好成績之後咧，一路保持咧喺唔同嘅網絡大賽咧都有高排名嘅表現。咁最新就喺上個禮拜嘅 Victory Road to San Francisco 裏邊咧攞到亞軍，而喺 Phase 1咧10輪 Swiss Round 裏邊咧都有全勝嘅隊伍咧係雪女岩狗隊嚟嘅。其實雪妖女同埋狠辣椒兩隻 Mega 手咧都唔係一個非常之高火力嘅一個輸出手啦，反而咧就係掩護隊伍其他隊友去進行強大物攻輸出嘅一啲 Mega 嘅精靈。根據版本變遷啦，咁啊大部分雪妖女依然都保持極光幕嘅，有啲會想針對情侶隊咧會變咗十萬伏特。咁呢隊隊伍嘅特色啦，就係大家見到其實除咗岩狗之外咧，其他精靈都係投資咗大量嘅內狗嘅。包括當初優美圓月嘅主流配置咧，都係帶文油果啦，大柳拉都係一個白色藥草嘅一個比較高內狗嘅一個配置。咁喺而家咁多上位隊伍都有噴火龍嘅前提下咧，只要你隊伍裏邊有一隻岩狗喺度，而佢可以無視順風，可以用一招先制嘅岩系招式將噴火龍秒殺咧，俾到嘅壓力都係非常之大嘅。呢度隊伍碼咧，亦都係其中一位日本選手用雪女岩狗隊咧，去喺其中一個 Victory Road 嗰度攞到好成績之後分享出嚟噶啦。咁大家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參考下呢隊嘅。最後嘅 A tier 隊伍，亦都係最新鮮、最滾熱辣、最新最潮嘅雷超 Y 武黑鷹嘅雙速隊啦。咁咧就由雷超 Y 啦、Mega 武黑鷹啦、福斬將軍啦、仙子貝、洗翠嘅風速狗、鳳神犬同埋奇奇輪去組成嘅一個雙速嘅隊，非常之特別嘅。咁原作者咧就係日本嘅上位玩家 Kim 啦。咁啊，佢本人咧喺 Victory Road 嘅 July Challenge 嗰度咧攞到亞軍之後咧，呢隊隊伍就開始進入聚光燈而流行啦。咁甚至乎喺之後嘅 August Challenge 1咧都包攬咗冠軍同埋亞軍嘅。雷超同埋武黑鷹啦，最主要就係用嚟幫助咧隊伍嘅主輸出，包括就係仙子貝、福斬將軍同洗翠嘅風速狗咧，去進行一個大嘅輸出嘅。咁佢擁有武黑鷹嘅順風啦，同埋奇奇輪嘅空間雙控速兩種做法，咁啊令到仙子貝咧同埋將軍咧落咗位之後咧，可以盡情輸出嘅。而雷超武黑鷹各自其實都有佢非 Mega 嘅價值啦。咁包括雷超本身係一隻版本其中一隻比較快嘅下馬威嘅精靈啦。而武黑鷹咧就係有順風。隊伍個重點咧就其實我哋見到咧呢度有雷超啦、福斬將軍同埋鳳神犬三隻其實都係弱地嘅。咁所以對面有烈咬六沙嗰陣咧，其實就需要咧武黑鷹啦，第一幫手威嚇啦，第二咧就係要俾一個好嘅輸出環境咧，俾仙子貝去直接去解決嗰隻對手嘅烈咬六沙。咁雷超武黑鷹隊其實我都係諗咗好耐，佢究竟係值得係 S 級啊，定抑或係 A 級？咁最後個結果就將佢排咗喺 A 級啦，因為始終佢比較新啊，呢一隊就冇其他 S 級嘅隊伍嗰個持久度啊，
咁耐。咁但係大家都需要知道，雷超武克鷹隊係暫時嚟講啦，非常之接近 S 級威脅度嘅 A 級嚟嘅。咁如果準備去世界賽嘅選手呢，都必須要對雷超武克鷹隊呢有一個對策啦，有一個 game plan 呢，先可以喺世界賽走得遠嘅。咁啊，雷超由於佢係避雷針啦，咁所以內戰嚟講呢，雷超武克鷹隊係非常之痛苦。咁因為其實先 Mega 雷超嘅一方就會失去咗避雷針啦。所以就兩邊內戰其實都係如果唔上 Mega 被雷超嘅話呢，就慢慢去互相掉一啲命中率比較低嘅招式。咁呢個隊伍碼呢，就係2015年世界冠軍 Shoma 喺佢嘅 Twitter 分享嘅其中一個隊伍碼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參考下呢個隊伍。喺進入重頭戲嘅 S Tier 之前呢，我哋稍微提及下一啲值得講下嘅隊啦，包括呢就係日本玩家 Elizabeth 喺幾次 Victory Road 都有好表現嘅晴天雪天嘅混合隊。咁好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佢除咗晴雪之外呢，仲有一隻 Mega 嘅晶光花喺度，佢作為呢對噴火龍花葉帝最大嘅 counter 手。而晶光花比較驚嘅烈咬綠沙呢，就以雪天手嘅九尾呢去作為一個反制嘅手段。咁點解呢隊嘢冇俾 Tier 呢？最主要原因就係隊嘢其實得 Elizabeth 一個人喺度玩嘅啫。咁暫時都冇見到有其他選手用呢隊有一個高排名嘅表現。咁所以呢度都係簡單提及一下，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抄一抄呢個隊伍。下一個呢，就係曾經攞過 Victory Road July Challenge 嘅冠軍火狐武克鷹嘅強攻隊。咁但係因為呢隊攞咗冠軍之後就即刻消失咗，幾乎冇乜人再用，咁所以都暫時都唔俾 Tier。咁隊伍碼亦都係 Aaron 井喺佢個YouTube 嗰度 cover 過呢隊隊伍嘅一個隊伍碼啦，大家可以參考下。最後就係最近開始比較多嘅一啲冇噴火龍嘅化石翼龍係純粹嘅強攻隊，同之前嗰啲隊唔同啦，就係佢冇一個雙速嘅控速手段嘅，反而就係只有化石翼龍一個順風配合仙子貝同埋其他強攻手呢，佢真係由頭強攻到尾嘅一啲隊伍。咁因為佢隊伍好多變啦，冇一個單一嘅隊形喺度，所以都好難去俾 Tier 啦。呢個就係 Michael Kelch 佢喺 Victory Road August Challenge 2決賽打敗咗嘅隊伍嚟嘅。咁佢自己本人打敗咗呢隊之後呢，亦都係再整咗呢一隊隊伍嘅版本喺佢最新嘅 YouTube 影片嗰度呢都有 cover 到。咁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參考下。去到呢度呢，就終於嚟到我哋嘅版本威脅 S Tier 最高威脅度嘅一啲隊伍啦。咁係時候大家一齊去睇下呢個環境下嘅版本之子究竟係邊啲隊伍啦。首先第一隊要提及嘅呢，就係平衡強化隊啦。咁都係一啲大家非常之熟悉嘅隊形，亦都喺之前唔同嘅影片都有 cover 過噶啦。見到而家呢，其實喺呢個畫面都見到啦，平衡強化隊其實好多變嘅，但係最主要嘅部分啦，都係分為火狐同埋水箭龜嘅強化啦，或者就係花葉帝同埋 Mega 烈咬綠沙嘅強化兩種嘅。而主流都係以폭斬將軍去作為第三強化手，去處理一啲剩低兩隻強化手唔好解決嘅一啲對局。而火狐強化隊呢，係喺 Sejong Park 之前取得韓國 Trainers Cup 4強之後呢開始流行。Regulation MA 當中呢，主要嘅隊伍核心呢係火狐啦加花葉帝。咁但係火狐加花葉帝嘅強化隊呢，實在係處理唔到化石翼龍加命帶嘅將軍嘅一個隊伍啦。所以去到中期呢，為咗反制呢啲隊伍呢，花葉帝個位置係換咗做水箭龜嘅。去到後期呢，因為雷超武克鷹隊流行啦，咁所以有啲平衡強化隊呢會選擇變翻做花葉帝，加上 Mega 烈咬綠沙呢去作為一個對於呢啲隊伍嘅一個反制。平衡隊一直以嚟啦，優勢嚟講都係佢本身穩定性比較高，而一直以嚟個弱點呢都係佢主動性問題啦，同埋呢有啲變數啦，例如而家岩崩咁流行呢，傷到佢輪轉節奏，例如火貓俾岩崩畏懼咗之後冇得拋下狠話嘅情況呢，去令到佢嗰個節奏受打斷咗嘅。咁但係可視嘅將來呢，就係平衡隊嘅專家，咁包括我哋列出咗呢啲平衡隊專家嘅名呢，其實都有好大機會咧喺世界賽會繼續用平衡隊去打嘅。咁所以大家都需要對呢啲平衡隊有對策啦，如果唔係就會好容易去進入到對方嘅一個節奏裏邊啦。其實本來平衡強化隊呢係慢慢冇咁多嘅，咁所以睇當初整呢隊隊伍嗰陣呢，平衡強化隊係擺喺 A Tier 嘅，但係殊不知總不覺就佢居然喺上個禮拜嘅 Victory Road to San Francisco 裏邊呢攞咗冠軍喎。咁既然佢係一個1400人網絡大賽攞咗冠軍呢，咁
咁都必須要俾尊重佢，將佢排翻去 S Tier 嗰度。咁啊題外話啦，就係佢之前上週嘅斜面龍杯咧都包攬咗冠亞噶嚇。咁所以喺香港咧都有一啲平衡強化隊嘅好表現見到。畫面呢隊啦就係日本上位選手貓 Harada 所組成嘅一個其中一隊可以參考嘅隊伍啦。有興趣玩嘅朋友咧都可以參考下。而另一隊呢隊咧就係新加坡選手 Jude Lee 啦，喺上一個季度嘅積分咧攞咗第1名嘅一個花葉帝 Mega 練咬綠沙嘅強化隊啦。咁啊由另一位日本選手分享個分享個隊伍啊，就係 UB Slow 啦。都係一個長期喺遊戲內嘅天梯有個非常之高排名嘅一個本選手嚟嘅。下一隊版本之子咧就係超壞星嘅情隊啦，就由 Mega 噴火龍 Y 啦、超壞星啦、奇異花啦、火貓啦、烈咬綠沙、癲子貝咧或者係氣勢猴去做呢隊隊伍咧，就係當初冒起嘅原因咧，就係2016年世界冠軍 Wolfie 咧喺 NAIC 取得4強之後流行，咁然之後咧。親手喺2023年世界賽將 Wolfie 送咗落去嘅 Shilang Tank 咧，喺 Regulation MB 第一季積分結算嗰陣咧，就公布咗一個氣勢猴版本嘅呢6隻嘅隊伍咁樣。從此之後咧就開始流行啦，咁就喺 GCF2 4強裏面接2隻啦。網上大賽咧亦都持續有呢啲超壞星嘅 top cut 隊嘅隊伍個核心最主要係喺 Y 噴啦、烈咬綠沙、火貓同埋超壞星呢4隻嘅呢4隻。將遊戲去拖到一個情況，就係對面完全處理唔到超壞星咧，而去取得勝利嘅。咁超壞星係一隻非常之高防啦，亦都有劇毒啊，同埋死纏爛打兩招有持續輸出嘅招式咧，去拖死對面節奏嘅一隻精靈嚟。咁所以好多情況下咧，如果超壞星係版本嘅核心咧，我哋組隊都必須要有超壞星嘅應對手段。而版本嘅最主流嘅烈咬綠沙一隻咧係不足以處理超壞星嘅，因為首先對面對嘢咧而家係比較多有仙子貝啦，第二就係超壞星有廣防海防地震啦，第三就係有前跑虎同埋對面嘅速為烈咬綠沙咧，去對你嘅烈咬綠沙咧去進行一個反制手段嘅。咁其他超壞星嘅答案就包括 Mega 火狐啦、劍舞嘅撲斬將軍啦、雷超 Y 啦，同埋雨天雨隊嘅女鋼橋龍。咁而奇異花咧就係當一個隊伍真係唔適合超壞星出場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有一個純情隊嘅路線咧去選出。咁呢隊嘅奇異花主流就係用命玉嘅，即係冇棉粉嘅一種做法啦。初期咧用氣勢猴嘅原因啦，就係為咗反制一啲平衡強化隊。而家為咗優化啦對其他烈咬綠沙嘅一個對局啊，同埋純粹作為一隻比較好嘅輸出手咧，而比較流行仙子貝嘅。咁我哋見到超壞星嘅情隊喺上一個禮拜嘅日本線下賽啦，甚至乎係 Victory Road 嘅 Road to San Francisco 咧都有唔同嘅 top 級表現啦。暫時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版本裏面非常之核心嘅隊伍。咁呢隊咧又係 Michael Kelch 喺佢 YouTube 嗰度分享嘅一隊隊伍啦。佢本人喺 Victory Road to San Francisco 咧都用呢隊咧去入到有一個 Day 2嘅表現嘅。咁佢都喺佢個 channel 嗰度有呢隊隊伍嘅一個解說啦，同埋 game plan 嘅解釋，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佢個 channel 嗰度咧參考。去到最後啊，總是逃不掉版本嘅 Big Six 大陸，依然係呢一刻最需要俾尊重嘅隊伍。嗱，同啱啱所講一樣啦， Big Six 係一個對於噴火龍 Y 同埋 Mega 花葉帝順風隊嘅一個簡稱，一個俗稱嚟嘅。咁就由 Y 噴啦、花葉帝啦、撲斬將軍啦、優美圓魚、風妖精同埋烈咬綠沙去組成嘅一隊隊伍嚟嘅。咁自從之前 PJCS 嘅8強佔咗4席之後呢，至今依然都喺度主宰版本啦。咁亦都係因為當時比賽過於壟斷呢，而去得名 Big Six 咁樣嘅。持續由 Regulation MA 到 MB 都好呢，都喺網絡大賽有唔同嘅 top 級表現。咁初期喺 Regulation MA 呢，主流呢係優美圓魚去保留佢個水滴啦，而烈咬呢去換咗個命玉嘅。而情侶隊大流行之後呢，一度呢 Big Six 個表現係開始被針對。咁但係而家咧主流就變成咗鬼魚去命玉啦，而烈咬去攞一個文油果嘅。而烈咬綠沙而家咧因為有文油果嘅原因咧，佢個站場能力就比起命玉嘅烈咬綠沙咧高咗好多啦。而鬼魚從水滴換做命玉之後咧，佢嗰招數目嘅輸出咧都高咗非常之多。咁好多時候咧，一神不知鬼不覺，一個100威力嘅數目咧都可以秒殺一啲
對方嘅精靈非常非常之可怕。而 Big Six 因為6隻精靈之間互補性非常之好啦，同埋本身隊伍組成都係一啲種族值非常之高嘅精靈，咁所以好多情況下咧都可以用數值碾壓對面。Big Six 真係可謂一個易學而難精嘅一個隊伍。最近 Big Six 個演化啦，就有一啲隊伍咧會將福斬將軍咧去換做前咆哮虎，然之後咧俾花葉帝咧有一個冥想，作為一個半強化順風隊嘅一個流派咧，咁樣去反制其他版本嘅隊伍。咁所以大家都需要留意咧呢啲有變化嘅 Big Six。咁畫面呢隊咧就係其中一個日本選手喺上屆積分有個上季嘅積分啦，有個高排名之後分享到出嚟啦。見到就係同啱啱所講啦，暫時連亞綠沙主流都係用翻文佑果，而優美圓月咧就係用一個明玉嘅配置。有興趣嘅朋友咧，或者想反制 Big Six 嘅朋友咧，都可以參考下呢隊隊伍。今日要介紹嘅隊伍咧就係咁多啦，去到最後都再重申多次啦。我哋今次去排一個排行，一個版本威脅度咧，絕對唔係代表隊伍本身嘅強度，目的單純咧係因為要 cover 嘅隊伍太多啦，防止觀眾去覺得無聊，亦都方便觀眾去理解咧，去作為一個排名嘅。冇取錄嘅隊伍，或者可能就只係有一場大賽有好表現之後咧，銷聲匿跡，或者一啲只有個別玩家喺度玩嘅隊伍。而冇取錄你中意嘅隊伍，就代表嗰隊隊伍咧唔喺聚光燈底下，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咧都唔希望大家喺留言會經常問點解冇 cover 到邊隊伍啊咁樣。嗱，咁喺呢度再戴另一個頭盔咧，就係其實好多世界賽知名嘅上位玩家咧，喺世界賽之前咧都會收埋自己隊伍唔俾人知嘅。例如 Wolfie 本身就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咁所以版本威脅度高嘅隊伍咧，可能因為佢喺聚光燈下而受到針對，喺世界賽咧反而個表現係會比較低迷。呢啲事情咧係過往發生過非常多次嘅。咁今次影片最主要嘅目的都係希望可以分析世界賽前嘅環境，去幫助到香港嘅世界賽選手準備啦，同埋俾到觀眾去知道咧睇世界賽嘅時候點解個世界賽邊啲隊比較流行啊，邊啲隊備受針對啊，有咩趨勢啊等等咧，去方便大家理解。咁如果都係嗰句啦，中意我哋呢類型嘅影片呢，就麻煩喺個影片下面點讚啦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同埋留言支持啦。咁我係黃醫師/黃蛇/宇宙第一分析師。咁我哋下次嘅版本分析再見啦，拜拜。